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5年10月28號凌晨1點10分，Bluffton 警方收到一通報警電話，報案人話自己嘅朋友 Jonathan 俾人開槍射殺。911, major emergency. My friend has been shot and killed. And it just happened? Yes. And he's not breathing? He got shot in the head. He's dead. Is the suspect still there? I don't know. We were outside and someone shot. We didn't hear anybody. Okay. Where's your friend at now? He's sitting outside. I ran inside. 警方到達現場之後，發現 Jonathan 瞓咗喺後門廊嘅梳化度，牆上都係血跡。佢嘅頭部中槍，手上仲揸住手機。相信兇手係趁住 Jonathan 喺度玩電話嗰陣對佢落手。警方喺現場揾到咗2隻12口徑散彈槍嘅彈頭，兇手總共開咗2槍，第一槍擊中咗間屋嘅埲牆，第二槍就擊斃咗 Jonathan。33歲嘅 Jonathan 出生於 Rhode Island， 大學畢業之後佢就搬到咗南卡嘅 Bluffton。Jonathan 喺唔同嘅餐廳打過工，之後佢決定自立門戶，喺當地開咗一間餐廳。Jonathan 為人善良，熱愛音樂，亦都中意收集漫畫。佢平易近人，冇架子，好容易就同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好受朋友同埋員工嘅歡迎。Jonathan 死亡嘅消息震驚咗成個社區，大家都唔願意相信呢位喺社區入面咁受歡迎嘅人物會俾人以咁殘忍嘅方式殺害。警方首先調查咗當晚報警嘅嗰名男子 Gene 同埋 Jonathan 嘅同屋主 Rupert。Gene 同警方講，佢當晚收工之後就嚟到咗 Jonathan 嘅屋企，之後佢哋就坐喺門廊嘅梳化度飲酒傾偈。大約12點53分 Jonathan 突然俾人射殺。喺千鈞一髮嘅情況之下， Gene 即刻跑返屋入面匿埋，等到佢認為安全之後先至拎起電話報警。而同屋主 Rupert 就表示，佢喺案發當日晏晝3點就返到咗屋企，夜晚7點佢同 Jonathan 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去咗餐廳食晚飯。返到屋企之後，佢就返房瞓覺啦。佢喺半夜嗰陣曾經短暫咁起過身，去到出邊食咗一支煙，並同 Gene 同埋 Jonathan 傾咗一陣偈，之後就返房瞓覺啦。案發當時佢瞓着咗，所以並冇聽到任何聲音。喺問話之前，警方已經知道咗 Rupert 同埋佢嘅屋企人曾經投資咗一大筆錢喺 Jonathan 嘅生意上，不過最終都係虧損收場，所以 Rupert 絕對有動機殺害 Jonathan。 警方利用呢一點質問佢。 Rupert 承認佢的確因為 Jonathan 將佢嘅錢都蝕晒而感到好嬲，不過佢並冇殺害 Jonathan。 之後警方對 Gene 同埋 Rupert 嘅雙手做咗火藥殘留測試，結果都係呈陰性反應，所以佢哋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除此之外， Gene 喺口供中提到，案發當晚大約10點50分，一個陌生嘅女人曾經喺 Jonathan 嘅屋企出現過。嗰個女人話自己架車出咗問題，當 Jonathan 幫佢檢查汽車嗰陣，佢仲嘗試想要錫 Jonathan， 不過就被 Jonathan 拒絕。之後嗰個女人仲想要入屋，被 Jonathan 再三拒絕之後，佢先至願意離開。由於 Jonathan 嘅屋企冇安裝 CCTV， 所以警方唯有向住宅區入面有安裝 CCTV 嘅屋主索取案發當晚嘅片段，睇下有冇啲乜嘢線索。警方喺 Jonathan 對面鄰居嘅 CCTV 度發現一架豐田私家車喺當晚10點53分駛入咗 Jonathan 間屋前面嘅車道，之後一位有住金色長髮、身形纖瘦嘅白人女子出現喺鏡頭前面。
抱起啱啱由對面跑返嚟嘅狗仔，並將佢交俾 Jonathan。從佢哋嘅肢體語言睇嚟，警方相信佢哋係互相認識㗎。嗰名女子喺 Jonathan 嘅屋企逗留咗50分鐘，直到11:43先至離開。同時，警方亦都喺其他 CCTV 嘅片段度發現，同一架車喺案發之前20分鐘就開始喺住宅區入面兜圈，並喺案發當時出現喺 Jonathan 嘅屋企附近。由於車燈反射，警方並冇辦法睇清楚車牌號碼，於是佢哋就開始留意呢架車有冇啲乜嘢特徵，希望可以縮細範圍揾到車主。呢個時候，一名警探發現咗一個重要嘅特徵：呢架車右前輪嘅車拎蓋同其他3個車胎嘅拎蓋唔同，其他拎蓋都係6個窿嘅，只有右前輪嘅拎蓋有7個窿。不過要喺成千上萬架豐田汽車入面揾到呢架車，可以話係大海撈針。於是警方開始對 Jonathan 展開咗背景調查。佢哋發現，雖然 Jonathan 表面風光，但係實際上爭人成身債，而且仲有服食軟性毒品嘅習慣。另外，警方亦都發現 Jonathan 最近同當地一間餐廳嘅老闆有生意上嘅糾紛。呢間餐廳嘅老闆係一對夫妻，最近同 Jonathan 合作做生意，但係就發現 Jonathan 中飽私囊，將佢哋嘅錢偷走咗。東窗事發之後，老闆夫婦曾經同 Jonathan 發生過爭執，所以佢哋絕對有動機殺害 Jonathan。於是警方將佢哋請到警局問話。警方詢問佢哋案發當晚嘅行程，佢哋都表示案發當晚9點到第二日嘅早上7點，佢哋都留喺屋企冇出門。兩夫妻都可以為對方做證。喺警方嘅眼中，兩夫妻喺作案之後互相包庇，為對方做時間證人，一啲都唔罕見。所以警方對佢哋嘅講法有所保留。之後警方問佢哋是否擁有槍械，佢哋亦都如實咁話俾警方知自己擁有一支散彈槍。警方即刻對佢哋嘅散彈槍做彈道測試，證實咗呢支槍唔係兇器，所以佢哋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呢個時候，警方發現 Jonathan 喺被殺之前喺度同其他人傳緊短信。佢收到嘅最後一封短信寫住：即管對佢開槍，我先唔在乎。警方調查咗呢個電話號碼，發現機主係一個叫 Josh 嘅男人。警方對 Josh 一啲都唔陌生，佢喺警局入面有厚厚嘅案底，經常都因為毒品罪而不斷出入監獄。於是警方即刻搵嚟 Josh 問話。Josh 同警方講 Jonathan 爭人成身債，之前仲問佢借錢買毒品。為咗還債， Jonathan 計劃要打劫一個叫 Seth 嘅人。因為 Seth 跛咗一隻腳，所以 Jonathan 覺得佢係一個容易落手嘅目標。警方問 Josh 攞 Seth 嘅地址， Josh 表示佢唔知道 Seth 住喺邊度，佢只係知道佢嘅妻子叫做 Colette。警方揾到咗 Colette 嘅地址，並揸車嚟到佢嘅屋企。呢個時候，警方注意到 Colette 嘅屋企前面泊咗一架豐田私家車，呢架車右前輪嘅拎蓋亦都係7個窿嘅。警方將車牌號碼輸入咗系統，確認咗車主就係 Colette。警方撳咗門鐘，開門嘅係一位撐住拐杖嘅男子。佢嘅真名唔係 Seth， 而係 Sam。警方留意到間屋嘅埲牆有一啲彈窿。Colette 表示佢哋搬入去之前，埲牆就已經有彈窿啦。之後警方就邀請佢哋兩夫妻去到警局問話。喺審訊室， Colette 表現得好冷靜，而且態度合作。
How do you know him? I know him from Peppers. We used to go up there, we being my husband and I, and we would go to the back bar, and that's how we met John. Did he know you were coming by? No, he didn't know. He That is present. I was on the way home, and I was like, I'm passing his house. I'm just gonna stop by. You remember what time you got there? Maybe around 10-ish, or 10:45. What all did y'all talk about? We just talked about, his restaurant, his parents, what he plans on doing next. 離開之後，佢去咗一間油站嘅便利店，買咗一支酒。I know this is a bad call and judgment, but I did open that wine, so I kind of rode around and drank on that bottle of wine. 大約凌晨1點，佢返到咗屋企。Sam 見到佢成身酒除咁返屋企，非常之嬲。佢哋仲因為咁而嗌咗交。不過場交好快就結束咗，佢哋之後就返咗房瞓覺。喺另一間審訊室， Sam 俾出咗同 Colette 一樣嘅供詞。佢表示案發當晚佢一直都喺屋企度冇出門。佢亦都證明咗 Colette 的確喺凌晨1點左右就返到咗屋企。佢哋嗌咗一陣交，之後就返房瞓覺啦。之後警方問佢知唔知道 Jonathan 爭人成身債嘅事。呢個時候 Sam 先話俾警方知，案發前幾日 Jonathan 曾經去過佢嘅屋企，而且仲表現得好奇怪。當 Jonathan 離開冇幾耐之後，佢就俾幾個男人打劫。雖然佢懷疑 Jonathan 就係幕後黑手，但係佢亦都唔想冤枉好人。警方亦都問咗佢是否擁有槍械， Sam 表示冇。當警方問佢願唔願意俾警方搜查佢嘅屋企同埋汽車嗰陣， Sam 以侵犯私隱為理由拒絕咗警方嘅要求。不過佢就願意提供 DNA 樣本。警方覺得佢哋兩夫妻似乎隱瞞咗一啲嘢，但係由於缺乏實質證據嘅支持，所以唯有俾佢哋離開。之後，警方對 Sam 同 Colette 進行咗背景調查。兩夫妻結婚之後就搬到咗 Bluffton 定居，並誕下咗一個仔。Sam 從事園景設計行業，而 Colette 就成為咗一位家庭主婦。但係當 Sam 嘅腳受傷之後，佢嘅事業亦都遇到咗阻滯，所以 Colette 就喺當地嘅鄉村俱樂部揾到咗一份知客嘅工作，幫補家用。不過 Sam 並唔中意 Colette 做呢份工，因為佢已經唔止一次見到 Colette 為咗得到額外嘅貼士而同顧客打情罵俏。妻子嘅行為令佢感到好唔舒服。2012年 Sam 發現 Colette 背住自己出櫃，佢即刻就向妻子提出離婚，並喺分居期間得到咗仔仔嘅撫養權。不過 Colette 不斷哀求 Sam 原諒佢，並答應 Sam 咁嘅事唔會再發生第二次啦。最終 Sam 都係選擇咗原諒妻子，重修舊好。不過受過情傷嘅 Sam 就選擇咗吸食大麻同埋食止痛藥嚟到釋放壓力。之後 Sam 仲開始販賣軟性毒品嚟到賺錢，挽救佢嘅公司。上得山多終遇虎， Sam 之後因為販毒被捕，被判緩刑。受到教訓之後嘅 Sam 下定決心要將公司搞好，並將生活嘅重心放咗喺家庭度。除咗 Sam 嘅販毒史之外，佢哋嘅背景似乎冇乜嘢大問題。警方亦都揾唔到一個合理嘅理由去申請搜查令，搜查佢哋嘅屋企，所以案件又進入咗死胡同。直到有一日，一次普通嘅交通違例事件，為案件帶嚟咗一絲曙光。嗰一日 Sam 因為超速而被警察截停。嗰位警察聞到 Sam 嘅車上有大麻嘅味道。
I'm asking for my safety. Is there a shotgun in this vehicle? No. 之後，警察請 Sam 落車，並對佢進行搜身。值得留意嘅係 ，Sam 雖然行路趷下咁，但係佢嘅情況就比上次警方向佢問話嗰陣明顯好咗好多。事實上，佢並唔需要依靠拐杖就可以行路。佢之前撐住拐杖行路，只係為咗做戲俾警方睇。警察喺 Sam 嘅身上搜到咗一隻彈頭，並喺車上搜到咗毒品。最終，警方以藏毒罪逮捕咗 Sam。喺 Sam 身上搜到嘅彈頭係一隻12口徑散彈槍嘅彈頭，同謀殺 Jonathan 嘅散彈槍所用嘅子彈類型一樣。Sam 口聲話自己冇槍，咁點解佢會將彈頭帶喺身上呢？隨住 Sam 被逮捕之後，警方終於有理由申請搜查令，搜查 Sam 嘅屋企。警方喺屋企度發現咗一個夾萬，佢哋認為 Sam 將支槍收埋喺入邊，於是佢哋要求 Colette 將夾萬打開。不過 Colette 表示自己唔記得咗密碼，所以警方唯有請開鎖師傅過嚟將夾萬打開。可惜入邊係空嘅，乜嘢都冇。之後警方開始調查 Sam 同 Colette 嘅電話記錄，睇下有冇啲乜嘢線索。佢哋發現 Sam 喺案發當日凌晨2點24分 send 咗2封短信俾一個叫做 William 嘅人。佢喺第一封短信話俾 William 知，佢已經將支槍放咗喺 William 嘅 pickup 後邊。第二封短信就寫到：你冇見到我亦都冇見到你。於是警方即刻揾嚟咗 William 問話。William 表示佢喺幾年前嘅一個工程上認識咗 Sam。有一日 Sam 同佢講，佢覺得有人想要傷害佢同埋佢嘅屋企人，所以就問佢借咗一支散彈槍嚟到旁身。William 表示喺 Sam 將支槍還返俾佢之後，佢就冇掂過嗰支槍。嗰支槍而家仲原封不動咁放咗喺 pickup 後邊。之後警方將支槍送到實驗室採集 DNA， 鑑證人員亦都喺槍柄同埋掹雞度採集到 Sam 嘅 DNA。 經過彈道測試，證實咗呢支散彈槍就係殺死 Jonathan 嘅兇器，而 Sam 就係兇手， Colette 就係幫兇。於是 Sam 同 Colette 雙雙被逮捕，真相漸漸浮出水面。案發當晚 Colette 醉醺醺咁返到屋企，並同 Sam 講佢曾經去過 Jonathan 嘅屋企。怒火中燒嘅 Sam 認為 Colette 同 Jonathan 有路，於是佢拎起咗散彈槍，並要求 Colette 將佢載到 Jonathan 嘅屋企，話要用槍嚇佢，同佢對質。佢哋喺住宅區入邊不斷兜圈。之後 Sam 拎住散彈槍落車，行到 Jonathan 嘅後院，對佢開咗2槍，並匆匆咁返架車度。之後佢先話俾 Colette 知自己啱啱將 Jonathan 殺死咗，並堅稱 Colette 事前並唔知道佢嘅陰謀。最終 Sam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獲刑50年，而 Colette 就因為包庇罪犯而被判入獄15年。